今天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2个精选男模吧。我前2天收着个小礼物嘛，最生活毛巾，让我用一下他家产品，就感受一下。我就寻思，我别光自己感受，我再找个人让他跟我一块感受。如果觉得好使的话，就可以跟我一起录个视频，就做我的 model 嘛。最后我选出这俩男模呢，一个是我发小的老公大卫，一个是我自己的老公就胖媳妇儿。这2个男模就风格很迥异啊。大卫主打腹肌能剪彩，我老公主打肚脐能填海。大卫的才艺是肱二头肌能剥蒜，我老公的才艺是嘎鸡窝里能孵蛋。大卫的体脂低的像传说，我老公的血脂高的能炸锅。大卫的爱好是和肌肉男打泰拳，我老公的爱好是和老太太臭聊闲。那么为啥他俩能同时入选这场毛巾体验秀呢？就是因为他俩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刻毛巾。因为啥呢？就洗澡特别勤，汗毛特别重，对这个毛巾的质量就颇具挑战性。本来他们就爱出汗，一身戎装像毛蛋。毛蛋有个小缺憾，就是洗完擦不干。出浴毛巾至少俩，一个南征一北战。就一般毛巾如果不咋吸水的，那根本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最生活毛巾是做到了，就一条毛巾轻松解决了这俩毛蛋。再一个呢，就如果这毛巾干的不快也不行。大卫啥样我不知道，就我老公哈，就以前有一次跟我回东北回铁岭，在我妈那住2礼拜，完了走了以后，我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妈呀，干啥呢？我妈说的，我准备把你老公用过的那毛巾我全给他烧了，全家一股羊圈味儿，你找的是啥玩意儿啊？这太膻了，味儿太复杂了。咱家现在这毛巾能辣眼睛，加烟能驱小妖风，加面能练羊肝羹，太邪乎了这味儿。但这最生活确实解决了这个羊肝羹的问题，吸的快，干的快，擦完一晾就干了，干的快更卫生，长绒面料似春风。你看我男模大卫正经喜欢这毛巾呢，走哪都带着，健身也拽着。为啥这个毛巾质量这么扛打呢？因为人家毛巾哥朱志军他就做毛巾，然后我就是收着这毛巾以后，我不得查这些毛巾背后的故事嘛，就啥公司啥领导不能逮啥都种草。反正我就看这毛巾哥创业的故事的时候啊，有一个细节确实就撞击了我残破的小灵魂吧，就是他在专做毛巾之前吧，也曾经就是投资各种项目，就各种尝试，想让自己品牌底下的所有产品都畅销，但是呢，就是各种受挫，各种赔。后来呢，就北上去找雷布斯。雷布斯当时说的呢，你这东西还都挺好的，但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雷布斯这随便一问，就咔嚓就点醒了毛巾哥，就一下子那一刻就顿悟了，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了，就是目标不够专注。完回去人挥刀就自宫了，就别的咔咔咔全砍了，就整毛巾，就死磕这一个事儿，就终于知道自己要干啥了，最后干大发了嘛。完我就寻思雷总这句话哈，就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就彩铃版本就是你到底是干啥的？我跟你说这句话一般人回答不上来呢。你到底是干啥的？你说这滚滚红尘之中，卖包子的看卖龙虾的利润高，卖龙虾的看卖包子的更热销，上班的看创业的有火苗，创业的看上班的有空调，学文的看学理的毕了业就造火箭，学理的看学文的录个视频能变现。就你到底是干啥的？就这个问题我确实是30年没咋活明白，就一直是东张西望，踉踉跄跄，西边一爬东边一望。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逐渐清晰了，就是我就是录抖音跟你唠嗑的。你看这事咋样？这么办行不？又是1年1度迎接温迪到来的时候，这一次即将向我们走来的不是1个加拿大女人，而是3个，但是其中的1个在机场直接晕厥。他们的飞机是今天11点58落地北京，我们12点到的，一直等到了2点50，快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非常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大胖媳妇严重怀疑她的妈妈因为托运的费用之类的小事跟谁打起来了，涉及到袭警什么问题被逮捕了，特别焦虑。我们一寻思完了，那就想咋捞人吧。这时候3个加拿大女人热的跟烤地瓜似的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说咋的了你们？温迪说你扣，也就是大胖媳妇的小妹妹，出了机场就热吐了，等行李的时候都晕过去了。她在机场吐了3次。温迪是第1个过海关的，看完她这个有效签证，她第1脚迈入了中国国土。她后边的女儿刚要过海关的时候热吐了，温迪呢想回来照顾她，但人告诉她的中国入境签证是单次往返，就是说现在脚迈过去就回不来了。最后他们还是出来了。今天北京27度，但是看着仨都快晕厥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子本来头发基本是直的，热成了卷毛，但是接到他们大家都很开心。唯一迷糊的是张拿铁，我们都说要去接奶奶嘛。拿铁去的时候吧非常开心，因为啥呢？就我妈就孩子姥姥不知道为啥非得让俩孩子管她叫奶奶，拿铁就以为铁岭的奶奶来了。而且他还坚定地认为，就机场这儿好几百号等人出来的人都是来等他奶的。结果人一出来，此奶非彼奶，他也不是铁岭人，他也不说铁岭话，叽啦哇啦就是一顿叭叭。拿铁不是很开心。
这是什么声音？他们在说啥？ Elephant, yes. And this is for mommy. 不懂，不懂，不懂。然后继续我们1年1度的壮观流程，那就是送出来自加拿大的礼物。首先，温迪十分隆重的给2个孩子一人一个绚丽的鼠标垫、主标垫。Elephant. 哎呀妈！ Elephant. 哎呀妈！哎呀妈！ Blue turtle. Pink turtle. 这是和我吧，这是洋娃娃，洋娃娃。温迪这次比以前真的是大方多了，还给我和我爸，也就是他的哥哥，一人买了一袋三文鱼，告诉我是烟熏的。奶奶给我买的烟熏三文鱼，烟熏的。我吹，我吹。那么熟悉我的观众可能知道，去年温迪来呀，给我妈她的亲家母送了一个碗，大概是义乌产的，卖到了加拿大，又被她买了带回了中国。她把碗送给我妈的时候吧，我妈家里有4个一样的，所以我妈觉得温迪非常不懂事儿，非常不开心。温迪走之后，我妈跟我说，我告诉你，我就是看白求恩的面子留着他，要不当面我就给砸了。后来我想让我妈消消气儿，我怕她真给砸了，我就把碗给拿走了。温迪跟我们打视频，发现那个碗在我家，问我怎么拿走了我的碗。我说因为我太嫉妒你给我妈的碗太漂亮了，所以我横刀夺爱给抢走了。于是温迪这次来带了2个，跟我说为了保证你不再抢我给你妈妈的礼物，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了一个，还是那个店买的。我说这是啥呀？温迪说这个艺术品，你感觉它是啥，它就是啥。我说我感觉它像大号开塞露，大号开塞露。到家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就是热的呀，特别难受。我都开空调了，还是觉得不够劲儿。温迪就要喝冰水，我去拿冰块，拿铁薅着我不让给，非给他奶上热水。喝热水，喝什么冰水？喝什么冰水？哎呀，我的妈呀！过年这几天呢，温迪给我闯的那些祸呀，真是造孽呀！最后还得是张大铁替我教育他奶。过年呢，是咱全国最阖家欢乐的日子，但同时也是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最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到底爱谁更多一点，平时也不这么计较，但是过年的时候那是锱铢必较的。比如今年大年30，我是要下午去我姥家跟我姥家人吃饭，然后要转场去我奶家，最后呢吃完饺子接完神还要回到我妈家陪我妈睡觉。这中间每一次的转场都需要精准的动态时机观察以及完善的谎言借口储备。但是温迪呢啥也不懂，你编的啥谎言他都给你戳穿了。我们下午不是先跟我姥家这边跟我妈吃饭吗？我看吃差不多了，开始要打包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奶那边今年就比较特殊，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过年，我咋的我得过去一趟，完我很快就回来啊。我妈瞟我一眼说，你要走你悄没声走，你别让人看着。我说妈，我以前带1个加拿大胖子都够扎眼的了，现在带4个，还有2串，如何能离开的悄无声息？到了我奶家，那我当然是不能跟我爸说，我刚才跟我妈已经吃完一顿饭了。我爸那端着菜上桌，跟温迪说，来，温迪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地道的东北名菜——酸菜炖血肠。你看你是不是人生前60年都没吃过？我是真没想到啊，人家温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书包里拎出一个打包盒，里面是刚才我妈在饭店点的酸菜血肠。人家温迪看刚才打包时候没人要，给我爸拿回来，我就把温迪拉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求你告诉我。温迪说，因为我在乎我的哥哥呀。我说，但是他俩离婚了，就是不爱彼此了。温迪说，但是他们都爱酸菜呀，酸菜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当然，我跟我妈说的，我爷我奶这边就俩老人过年没人陪，也是谎言。实际上大伙儿都在，很热闹。我就跟温迪说，一会儿你回到我妈那儿，你要记住，你刚才参加的那个局只有我爷我奶俩人，没有别人 ，OK？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妈家，我妈看着我们就很象征性问一句，啊，回来了，刚才吃咋样啊？温迪喝了点酒，把我的叮嘱全忘了，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掏出他的手机给我妈看刚才那顿饭的照片。我给你看照片，我当时就搁旁边，我就往死瞪温迪，我往死瞪他，他反应过来了，心眼还挺快，看自己手机上照片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我 P 上去的，都是我 P 上去的。Photoshop。年30算是折腾完了，我跟温迪说，我说你准备好，明天初1还这样。温迪说，你让我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温迪转身就去找我妈了。我有一个想法，明天也就是新年的第1天，我想请你吃顿饭，然后我们叫上哥哥一起吃。我妈脸都绿了，问我，他说啥？我说温迪问你胳膊咋样了，能不能一起治？温迪还说，谁说胳膊了？我说的是哥哥。我妈转身就走了。温迪非常无辜地看着我，我觉得你的妈妈还是不太喜欢我。Why？ 我说你的哥哥和你的姐姐已经离婚20年，也都各自再婚了，你让他俩单独吃饭，你觉得合适吗？温迪说，谁说单独了？还有我呀，而且他们也可以带着他们的现任呢，不是叫团圆饭吗？团圆 all get together 吗？有什么问题吗？他一天给你姥整生气多少回了，给妈惹祸，他逮啥说啥，你说他咋整？You be careful, okay? Don't 瞎说 ，understand? Okay? Okay?